各位还是在这个酒店，我最后想加个彩蛋跟各位聊一下，就是我住这么多酒店，今天也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你看一下，下载的网速啊8兆，上传的话也没多快啊，就是34兆啊，这个上传速度完全够了。我做了一视频，做完之后直接就上传了，也得益于它上传还凑合吧，跟我在福建跟在东莞是差不多的。你看它的下载只有8兆，各位，你没看错哦。我想起来去年我在那广东这个不是在福建的辽源村，在那个阿姨家里面住那民宿嘛，当时刚到泉州的时候，就是说它那个上传是限速的，只有多少200 KB 每秒还多少，你懂网络的都知道。KB 跟 GB 之间有8倍、10倍、12倍的一个浮动的嘛，你像这上传的话，如果34兆的话，你除以8，它大概也就4兆每秒左右了。我没见过，你知道这10几年前下载8兆的网速都很正常，这个好像网速我们也没分享过是吧？今天可以挑个几分钟聊一下。就是我住那么多酒店啊，唯一只有一个大概100多块钱，这个 IU Hotel 是300兆的网速，你下载就是300兆，上传的话它有大概8兆10兆，在云南广西贺州、云南昆明住过。大部分酒店我跟各位讲，如果你住进去，你看今天是下载是限速的，等于说它可能大概是你住进来多了 Q 什么流量给你限速，如果每个人都下载的话，每个人都下载电影的话，他就担心你同时用会网络堵塞怎么着嘛。这下载还要管你在我们国家，你看我前面那个视频你就知道啊， PCDN 管这个管那个，就下载是不值钱的，你上传才值钱嘛。这反过来上传他不管你就大概给你正常的值吧，下载他管你。我刚刚进来测的时候只有2兆，它不是每秒就是2兆的网速，你要除以8的话，大概800 KB 每秒。大多数酒店是这样的，我相信有些人也有这个感受，就是上传下载都是限速的。刚好前段时间我不是跟那个泉州那小郑在聊嘛，他也是做这种酒店的这种项目，比如说你的酒店开机的这个品牌 logo你要刷那个固件去给它关掉，比如说酒店它换老板了嘛，对吧？然后它这个网络，你看它就挂在这里，统一做的有一种解决方案，我刚好这行李箱里面有行李箱里面有一个超5类的这个网线接到这里，就是它可能只限你无线就你接一根超5类的网线接到这里，就接个实体线光纤线接到这里，它可能上传下载就不限速了。当然它原始的网速也只有大概50兆100兆这样子我要说什么呢，就跟这也算是一种悲哀吧，你可以说都2026年了，你说哪个国家还有就是说2012年的网速，就下载是8兆的，上传也没多快而且全国都这样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在广西哪里中山县吧，因为网速的问题，那个酒店我还给他退掉了。有人别洗地别在这里洗地人家这个酒店网络也要怎么样赚洗什么地你的网都用不好，都没网速，还天天洗地，洗什么呢？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能变好呢？这个网络环境，就你正常的网速多少就多少嘛，100兆的网速就上传下载就100兆嘛，对吧？300兆上传下载就300兆嘛。你3大运营商也好，或者加上广电，你看一下他的这个财务表格，你赚这么多钱，你又不是亏钱。那普通的宽带不是普通人的这个手机套餐，我现在手持这个手机有一个最糟糕的情况，我共享无线嘛，因为它的网速实在太慢了，这应该是移动的吧？我共享无线哪用得起你现在普通用户几十块钱一个月就给你10G、5G、20G、30G 的流量，还有这种傻白甜，用100多块钱的套餐，就给你10个G、30个G 的流量，
还有人是乱套的，还有人用的是这种，以前的不限流量，但实际上你用30G之后，我现在在说手机啊，用30个 G 之后，它还是这种，限你的速度之类的。其实我是无所谓啊，你就慢一点就慢一点。你看这34兆的网速，我将将就就也把6月15号的视频，你看已经6月16号了，我也给它上传了。它无非慢一点嘛，它上传20分钟、30分钟就无所谓。我在想，有些哥们儿，如果你好了，其他不讲了吧，就是我讲这些东西也不图到什么东西。你懂得有兴趣的哥们儿，哎，我们相互之间温暖一下。哦，队长，原来你住酒店也是网速这都很垃圾是吧？到处都很垃圾。你看买个笔记本有什么用呢？就是你想着在酒店里网速很好，当天能上传当天的视频。我6月16号就把昨天4个小时前的视频到达镇江的视频上传，也没人感激你啊，也没人说啊，队长给你颁个奖吧，给你颁个奖，你这4个小时前的视频拍了40多分钟，拍了一天，坐动车很累，你到镇江直接上传，给你颁个奖，给你发100万，没人给你颁奖啊。你买个笔记本还被人吐槽啊，你这我用的很开心啊，很舒服啊。好了，就这样吧，给大家分享一下，反正等着外卖也比较单啊。最后啊，它这个风扇确实跟我想的一样，它就是只是排风的风扇，有点声音是吧？一直都是这个那种中央空调的排风扇的声音，这样吹的也挺凉快的。它这一吹，这笔记本一散热，它也不叫了。我刚剪视频，它也不叫了。好了，就这样，拜拜。我要吃点东西，吃东西就不拍了吧，就不加彩蛋了啊。这反正啰嗦一下网络的问题吧。反正我内心就感慨，这什么时候能好呢？就没有要求你1000兆什么6G、5G 的网速，你100兆就给大家上下都100兆就好了嘛。你看看大家开不开心？什么时候哪个人能那个？我看前段时间罗永浩吐槽那个，你投诉一下给你弄好了，但其他人呢？其他人会有一个正常的网速吗？各位，我们再加一个彩蛋吧。时间来到了2天之后，我在租的房子里面，那个宽带刚拉好。刚好现在它上传着呢，上传有14兆每秒，哇，这网速有100多兆，这也是我第一次用到就上传有100多兆的这个宽带，哇，几下就上传好了。我跟那师傅也聊了一下，就宽带师傅，他说话也非常干练，他还教了我一个方法。我就说我刚到这边拉了一宽带，哎，我说你们这边查这种 PCDN 什么的，我在福建泉州碰到过。然后我就说我在其他省份每次都拉这种跨省宽带，我们把这个视频给它上传完啊。头条的一个上传视频，就还是那酒店的视频，几下就上传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聊嘛。我们先复述一下这个，还是我上半部分不是讲了全国有时候一些酒店它的网速一般要么上传给你卡，要么下载给你卡，是吧？它有时候倒过来的。其实前半部分啰嗦这么多就这意思，你看到这里就是真爱了。有些有电脑的哥们儿，因为我的经历还比较丰富嘛，我在好多省份都拉过跨省宽带。我在云南取经的时候，那个因为他房间里预留了那种水晶的那种线，走的不是光纤啊，那个上传大概是我想一下，上传40兆左右，还是大概30兆左右，就很奇怪。那走的那种水晶头的那种老的那种网线，也因为虽然我这个接口用的超5类的，它没什么用的，下载都是达标的。我再说一遍，我们全国一般只要家用网络，你拉了100兆的网速是吧？那你下载就10兆每秒，它有一个换算等级的大概1.1倍左右的一个这个提升嘛。有时候你下载能到12兆，你300兆的话大概下载30兆左右，有时候下载到33兆，500兆的话下载就50兆每秒，1000兆也就下载就100兆每秒啊。它就是上传的问题。反正普通人你让打游戏干嘛，其实也不会涉及到上传。你一旦直播啊，像我这样有时候会上传一些视频，它就会涉及到上传。我在曲靖上传的时候只有30兆到40兆，我在玉林那个拉的那光猫是没有无线的，因此我买了一个光，后面我不给大家看一下也行，那线乱七八糟的，我让他留了一根很长的这个线。在玉林的时候网速我回忆一下，大概上传也就是正常的有60到80兆左右。在湖南株洲的时候
大概50兆左右。我当时湖南株洲拉了多少？好像拉了300兆的。在宁波的时候，我的网速也有一次比较好，因为当时我拉了一个1000兆的嘛，是2020年到2022年之间。当时上传是10兆每秒，10兆乘以8，大概也就80兆的网速上传啊。在广东东莞，我就不算了，因为在酒店里面上传24兆，各位，在酒店老威那公寓里面，在这个福建泉州也基本上不算了，因为他也是酒店公寓，他前面老板娘用他手机号给我绑定了一宽带，拉的100兆的，上传只有多少？上传它也是那种非常奇怪的，你比如说用 B 站上传啊，它有48兆，你一旦用其他平台上传，它好像有一个白名单黑名单的一个设置，上传只有24兆左右，除以8的话就基本上3兆每秒 3.5 兆每秒这样子。今天这个上传有100多兆，那师傅也跟我讲了，他说如果你用很多的话，这边是要查什么 PCDN 什么，我说我不用的，我不会用很多，因为我不是说自证清白怎么样，我说我出去拍视频的时候也不在家里，平常睡觉电脑也关机的啊。我说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们到时候再弄嘛，是吧？他把电话也留给我了，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吧，算我个人这么多年使用网络的一个分享。我还是那句话啊，反正我希望有尽快的，我们就这个事情就全国普通的素人啊，你哪怕。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我这么拍视频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你看罗永浩那么一折腾，只要你投诉，他马上给你解决，你有名气的给你解决。你知道，就是如果上传下载如果是对等的话，你知道你用的有多舒服吗？我可以说以后我所有的视频都可以上传 4K 8K 的了，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不管酒店还是家庭的网络，基本上。就是下载是肯定会达标的，但酒店下载也不达标，因为他考虑到他是那种批量次的酒店房间做的网络，他也不可能给你达标啊。其实那个你普通刷视频也无所谓。那有些哥们儿懂我的意思的，你其实有些像你办1000兆的话，他还有出装费之类的，像我这是40块一个月啊。我接下来讲第2点，就是说那个师傅给我说了一个干货，就是说我也没有很实惠啊，我出装费也100块钱呢。后续有时候他说违约的话，还想扣我违约金什么的，就我拉着跨省宽带啊。我看有些人用了10块一个月怎么着的，还有一些拉专线的贵的也离谱啊。就是如果你下载上传对等的话，你在家里的电脑配置好一点，这怎么有个毛啊？这之前估计他家里养过猫咪了，很多猫毛。你这个网络的体验是很好的。第2个，那师傅反正聊天给我一干货。我说啊，我有时候就我担心嘛，我这个手机号经常用，所以我一直用的浙江宁波的移动号拉的跨省宽带。哎，那师傅一听，你可以买个手机号嘛，他说买个当地的手机号，比如说镇江的这手机号，电信也行啊，随便，然后你买那个手机号，用那个手机号去拉个宽带。我说是我有时候担心你是这样子是可以，但是你像我这样过去4、5次搬家，为什么没有买当地手机号？我说你手机号是不是要注销嘛？到时候拿身份证去注销怎么着了，又很麻烦。他说不用，你到期了不用充话费，3个月就不用管它。我靠，这宽带师傅给你的建议啊，各位。哎，我说有道理，这时候反正光猫也不用还了。他每次跨省宽带，我这个光猫去到移动营业厅还的时候，他们没这个业务啊。我说我送给你了。好几次3次，我在湖南是这样子，在曲靖这样子，我曲靖跑2个营业厅，因为我都是规规矩矩的人，反正宽带到期了，提前到这个营业厅里把光猫给它还掉，办理一下这个光猫的这个反正各种退费手续嘛。我到营业厅一说，他说没这个业务，那我说打客服电话，他们说光猫要还，不然要扣钱怎么着的，我说你拿着吧，我都是硬送给他们的。现在这师傅给这一方啊，你到当地。就如果你像我这样旅居也好，或者碰到这种情况，你到当地就买一当地手机卡，然后用这手机卡直接打电话办一宽带。这宽带万一有什么问题呢？这样也好，这样反而这么一讲的话，反而能解决他查你跑这个 PCDN 之类的。我反正不跑啊，就我只是自己自说自话。你这个有很多好处啊，尤其适合我这样的人。反正现在宽带办好了，反正大概率用不到，就是说这个方法也不错。就如果你自己到一个省份租了房子拉宽带，就到当地买一手机号。你看我是嫌麻烦啊，你买手机号就有诸多好处。
啊，反正他那个话费之类的宽带费都是你充话费去扣嘛，对吧？你那里买了手机号不用的时候，你还可以扯皮哦，就是说你那个月不用了，也不用缴费了，手机号它3个月它会作废的嘛，对吧？你就不用管它了，你最后1个月还可以蹭他一个月的宽带费，怎么着的，也不用扣任何那个违约金什么的吧？啊，我呢是担心如果你经常这样注销手机号，会不会影响你的信誉什么的？我很早有这个方案，但是没想到这师傅说的应该是可实施的这种方案。反正有其他哥们儿懂的也可以说一下，这种手机号注销多了会不会影响什么？好了，其他不赘述了吧。这视频案拍的稀巴烂，就跟大家聊聊网速吧。这网速我从东莞聊到现在聊的好多了，说一句话就是上传不达标。我不知道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还会有这个上传大家都对等的一个情况。我看泰国有些什么我说过的嘛，在那个泰国清迈的我们四川成都的一个博主，生活之兔兔嘛，我看他拉的500兆还是300兆的，那上传下载都对等的嘛。人家上传4K 的，那大概几分钟就上传好了。我在家里上传个 1080P， 有时候30分钟的视频都上传半天呢，而且你几个平台上传的话，而且还管你啊，还内心还担惊受怕的，等一下查什么这个流量跨省结算也到时候找到你。你看我们被迫的知道这些信息，你要是如果没有这些屁事儿，我现在今天还录这个视频干嘛？你到酒店，大家试想一下，你随便住一酒店，哪怕它是100兆的网速，它下载就是100兆，上传就是100兆，我还会出这些网络的视频吗？我之前我前面有没有讲？因为前几天录的视频是分了2段。你这所有的3大运营商，包括后面的广电，你们都赚这么多钱，你们又不是亏钱，对，你赚这么多钱，你这个让点利，就是上下对等，又怎么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技术能导致这个流量是不是能对等的，就不用这么消耗了，或者它不算钱了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能等到什么时候，就是上传下载对等的这么一个东西。2036年的，我们预言一下，2036年能实现吗？就家用宽带1000兆，你上下对等就1000兆，2000兆就2000兆，也不存在什么专线了。你或者就这样子，也不用说用企业，也有些人也别在我视频下面留言啊，用企业的流量补充我们这个个人用户的这个钱，你不用补充了，你拉300块的宽带就300块宽带1个月，你用多少就是上下对等的，行不行？拉500就是500块的宽带，就是2个就是那种反正10000兆的啊，它就是2000兆的网速嘛，或者3000兆的网速，大概600块1个月，一年7000多嘛，我愿意拉的各位。你现在搞的普通用户只能选60、70，或者多少10000兆要拉的话，就是专线嘛，你得1个月就得几千块，2000块吧，一年2万，那怎么拉？是吧？它就有些问题嘛。你看我拉这个宽带就不能选很多的档次，只能选几十块钱这种。其实啊，你如果让我选的话，就200块钱拉个1000兆上下对等的话，我愿意付的，一年不就2000块钱吗？但是它没这个选项，各位。它隐形的上传的这个有人说你拉个专线，这专线怎么拉？你查一下价钱去，你企业里它能拉。好了，就这样吧，反正也录了很多，拜拜。